嗨，亲爱的书友们，欢迎来到书海时光，一个为你每日推荐好书的心灵驿站。赶快关注我们，一起畅游书海，让阅读点亮每一天的精彩。今天，我怀着无比激动的心情，向你推荐一本触动心灵、启迪智慧的书《目送》。这本书的作者是台湾著名作家龙应台，他以深邃的笔触和细腻的情感，描绘了人生中那些不可避免的告别与重逢，探讨了亲情、友情、爱情以及自我认知的复杂交织。目送不仅仅是一本书，它是一面镜子，映照出我们每个人在生命旅程中的孤独与坚韧。它是一盏明灯，照亮我们在迷茫中前行的道路。它更是一剂良药，治愈我们在爱与失去中的心灵创伤。在开始之前，我想问大家一个问题：在这个瞬息万变的时代，我们是否真正懂得如何去爱，如何去告别？当我们面对亲人的离去、朋友的疏远、爱情的消逝，我们该如何自处？龙应台在目送中，用他独特的视角和深刻的感悟，为我们提供了一种全新的思考方式。人生是一场不断告别的旅程。目送开篇即以目送为题，讲述了作者目送儿子华安渐行渐远的背影，以及父亲离世时的无奈与悲痛。龙应台用细腻的笔触，描绘了人生中那些不可避免的告别时刻。心理学家伊丽莎白·库布雷罗斯 （Elizabeth Kubler-Ross） 提出了悲伤的5阶段理论：否认、愤怒、讨价还价、沮丧和接受。龙应台在书中通过个人经历，展示了人们如何在不同阶段面对失去和告别。他写道：我慢慢的了解到，所谓父女母子一场，只不过意味着你和他的缘分就是今生今世不断的在目送他的背影渐行渐远。面对告别，我们需要学会接受和释怀。书中，龙应台通过自己的经历告诉我们，告别并不意味着遗忘，而是学会在心中为逝去的亲人朋友留一个位置，继续前行。接受告别可以让我们更好的珍惜当下，珍惜眼前人。龙应台在书中提到，他父亲去世后，他常常在梦中见到父亲，醒来后却感到无比失落。他写道：有些路啊，只能一个人走。这句话深刻地揭示了人生中那些孤独的时刻，也提醒我们珍惜与亲人朋友共度的时光。亲情、爱与责任的交织。在目送中，龙应台以母亲和女儿的双重身份，探讨了亲情的复杂与深邃。他不仅讲述了作为母亲对儿子的爱与牵挂，也描绘了作为女儿对父亲母亲的爱与愧疚。心理学家约翰·鲍尔比 （John Bowlby） 的依恋理论指出，亲情是人类最基本的情感需求之一。龙应台在书中通过细腻的描写，展现了亲情在不同阶段的表现形式，从幼年时的依赖，到成年后的独立，再到老年时的反哺。理解亲情的本质，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处理与父母、子女的关系。龙应台在书中建议，我们要学会在亲情中找到平衡，既要给予爱，也要接受爱。他写道：所谓父母，就是那不断对着背影既欣喜又悲伤，想追回拥抱又不敢声张的人。龙应台在书中提到，他母亲去世后，他常常后悔自己没有更多的陪伴母亲。他写道：我们拼命地学习如何成功冲刺100米，但是没有人教过我们，你跌倒时怎么跌得有尊严，你的膝盖破得血肉模糊时怎么清洗伤口，怎么包扎，你痛得无法忍受时用什么样的表情去面对别人，你一头栽下时怎么治疗内心淌血的创痛，怎么获得心灵深层的平静，心像玻璃一样碎了一地时怎么收拾。这段话深刻地揭示了亲情的珍贵，也提醒我们珍惜与父母共度的时光。自我认知，寻找内心的平静。在目送中，龙应台不仅探讨了亲情，也深入思考了自我认知的重要性。他通过个人经历展示了人们在面对人生重大变故时，如何通过自我反思找到内心的平静。心理学家卡尔·荣格卡维庸提出的个体化过程理论指出，自我认知是一个不断探索和整合的过程。龙应台在书中通过细腻的描写，展现了自我认知在不同阶段的表现形式，从年轻时的迷茫，到中年时的反思，再到老年时的顿悟。理解自我认知的重要性，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面对人生中的挑战和变故。龙应台在书中建议，我们要学会在生活中找到自己的节奏，不被外界的声音所左右。他写道：有些事只能一个人做，有些关只能一个人过，有些路啊，只能一个人走。龙应台在书中提到，他在父亲去世后，开始重新审视自己的人生。他写道：我慢慢的意识到，我的落寞仿佛和另一个背影有关。这句话揭示了自我认知的过程，也提醒我们在面对人生变故时，要学会反思和成长。友情，心灵的港湾。在目送中，龙应台也探讨了友情的珍贵。他通过个人经历，展示了友情在不同人生阶段的表现形式，以及友情在人们生活中的重要作用。心理学家罗宾·邓巴 （Robin Dunbar） 提出的社会脑假说指出，友情是人类社会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龙应台在书中通过细腻的描写，展现了友情在不同阶段的表现形式，从年轻时的亲密无间，到成年后的相互支持、
再到老年时的相互陪伴。理解友情的重要性，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维护和发展友情关系。龙应台在书中建议，我们要学会在友情中付出和接受，既要给予支持，也要接受帮助。他写道，有些朋友只能共青春，有些朋友却能共患难。龙应台在书中提到，他的一位好友在经历人生重大变故后，与他分享了自己的感受和经历。他写道，我们都在人生的路上走着，有些人走着走着就散了，有些人却能一直走下去。这句话深刻地揭示了友情的珍贵，也提醒我们珍惜身边的朋友。爱情，永恒的追求。在目送中，龙应台也探讨了爱情的复杂与深邃。他通过个人经历，展示了爱情在不同人生阶段的表现形式，以及爱情在人们生活中的重要作用。心理学家罗伯特·斯滕伯格 （Robert Sternberg） 提出的爱情三角理论指出，爱情由亲密、激情和承诺三个要素组成。龙应台在书中通过细腻的描写，展现了爱情在不同阶段的表现形式，从年轻时的激情肆意，到成年后的相互扶持，再到老年时的相濡以沫。理解爱情的多样性，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处理爱情关系。龙应台在书中建议，我们要学会在爱情中成长和变化，既要享受爱情的美好，也要承担爱情的责任。他写道，爱情不是一时的激情，而是一生的承诺。龙应台在书中提到，她和丈夫在经历了多年的婚姻生活后，依然保持着对彼此的深情。他写道，我们都在人生的路上走着，有些人走着走着就散了，有些人却能一直走下去。这句话深刻地揭示了爱情的珍贵，也提醒我们珍惜身边的伴侣。通过以上对目送的介绍，我们可以看到，这本书不仅仅是对人生、爱与离别的探讨，更是一本关于自我认知、亲情、友情和爱情的深刻反思。龙应台用他独特的视角和细腻的笔触，为我们提供了一种全新的思考方式。目送告诉我们，人生是一场不断告别的旅程，我们需要学会接受和释怀。亲情是爱与责任的交织，我们需要找到其中的平衡。自我认知是寻找内心平静的关键，我们需要不断反思和成长。友情是心灵的港湾，我们需要珍惜和维护。爱情是永恒的追求，我们需要用心去经营。人生路漫漫，我们都在不断的告别与重逢中前行。愿目送成为你心灵的伴侣，陪伴你走过人生的每一个重要时刻。愿你在阅读中找到内心的平静与力量，勇敢地面对人生中的挑战和变故。最后，我想用龙应台的一句话来结束今天的演讲：有些路啊，只能一个人走。愿我们每个人都能在这条路上走得坚定，走得从容。谢谢大家。